最近韩国爆发了大量 deepfake 色情影片流传风波，除了引发不少民众的恐慌，还被媒体称为是新版 N 号房案件。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韩国 deepfake 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从8月底开始，韩国 Telegram 爆出了大量的 deepfake 色情影片争议，受害者包含了军人、老师、学生，甚至还有未成年人。有报道指出，目前受害学校已经超过了100间，受害师生也超过了500人，引发了不少韩国民众恐慌。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单一个案，韩国是全世界 deepfake 色情影像最严重的国家，相关案件受害者有超过 50% 都是韩国人。更可怕的是，里面的加害者还有受害者有很多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因此有很多的韩国网友悲观地觉得，韩国网络性犯罪的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韩国 deepfake 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次的状况那么的严重？从过去的 N 号房到现在的 deepfake， 韩国这些问题为什么那么难解决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担心家里的空气品质不好，但又怕空气清净机太占空间吗？快来看看这台来自日本百年品牌新推出的夏普迷你方纯净美学系列。它的外形简约，超小体积能够净化9坪的空间，双向进气功能可以贴墙摆放，轻松融入居家装潢。专利的出风口以及独家的 PCI 自动除菌离子净化技术，可以有效的过滤烟味、宠物体味，还有厨房的油烟。而且它还通过了 SGS 认证，包含了 PM2.5、细菌、甲醛等等的有害物质，去除率高达了 99.9%。此外，夏普迷你方还能够自动侦测 PM2.5、灰尘、异味，并且支援云端智慧管家，不只可以多人远端掌控居家空气品质，还能够随时的监测滤网使用情况。如果你也想要改善居家生活，赶快点击 YouTube Shopping 的产品资讯卡，享受64折的超早鸟优惠吧。今年的8月24号，韩国社交平台 X 上面开始流传着一份 deepfake 性犯罪受害学校名单，里面罗列了几百所国中、高中和大学，表示这些学校的学生都已经成为了 deepfake 的受害者，震惊了整个韩国社会。后来，韩国全国教职员工联合会对这份名单进行调查，截至8月底已确认真的有受害的学校超过了100间，受害者至少有204名老师，还有304名学生。工会还收到2400多起 deepfake 相关案件的回报，影响范围非常的大。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受害者本人往往完全不知情。因为目前爆出的手法是，加害者通常会在 Instagram 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上面搜集受害者的照片，然后利用 deepfake 技术把这些照片转换成色情影像，然后在 Telegram 群组里面传播。其中一个被发现群组成员数竟然高达了22.7万人。当新成员加入这个群组的时候，群组会要求他们上传身边人图片，生成2张 deepfake 的色情图片。之后，如果有成员想要再买图，群组呢会以每张照片0.49美元的价格售出影像，从中牟利。而且不只是学校，连军方都受害。有记者发现，以军人为目标的群组里面，不只有女军人的 deepfake 影像，还有他们的姓名、电话、军阶等等的个资。而目前韩国国防部也证实，军方至少24名的 deepfake 受害者，引发了外界的恐慌。这件事件爆发之后呢，有很多的韩国女性都觉得非常的恐慌，担心自己会变成下一个受害者。她们可能只是正常的在社群发照片，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身边的人拿去做成色情影片，在网络上面流传。在某些案例里面呢，加害者甚至还会传讯息骚扰受害者，让他们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状况都受到很大的威胁。而目前韩国当局已经公开的建议民众先删除或者下架社交平台上面的个人照片或者资料，减少被有心人士拿去利用的风险。不过这种做法引起批评说，为什么要因为加害者的违法行为，让一般人连发照片的自由都没有？不少人也表示呢，对于韩国政府处理这类案件的能力非常不信任。像之前的N号房事件，警方虽然有成功逮捕当时的主谋，但还是呢有很多的加害者仍然的逍遥法外。而且这些事情呢也不只是个案因为目前韩国已经是 deepfake 滥用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数位安全公司所发布的这个2023 deepfake 现状报告，韩国是全球 deepfake 色情内容犯罪最严重的国家。相关的不雅影片当中呢，有高达 53% 的受害者是韩国人。最常出现在这些影片当中的身份呢，前10名当中有8人是韩国歌手，影片的总浏览数还达到了数百万次。
而且根据韩国警方透露，截至今年的7月，韩国已经有297起 Deepfake 的色情犯罪案件，这个数字是2021年的2倍，比去年多了60%，显示数据一直在增长当中。更可怕的是呢，不只是受害者有60%是未成年人 ，Deepfake 加害者呢也有很多是青少年，而且一样有上升的趋势。在2021年，青少年嫌犯的占比呢为65.4%，而到了今年7月为止，已经上升到了73.6%。为什么韩国 Deepfake 的问题会这么的严重呢？导致 Deepfake 泛滥的原因有很多，不过目前最常见的讨论有3大块。首先是法律问题，目前韩国法律规定非法制作合成影片的刑罚呢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5000万韩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涉及到非法影片贩售的这个盈利啊，最高呢则可以处7年的有期徒刑。但有人觉得这些对于数位性犯罪的惩罚和他们实际造成的伤害比起来，实在还是太轻了。另外也有人指出呢，因为现在不少制作 Deepfake 影片的加害者都是青少年，在判决的时候通常也比较容易被轻轻的放下，因此法律对他们的惩戒效果不够大，没有办法阻止这类案件的继续发生。那再来第二部分呢是执法困难。因为这一次大多数 Deepfake 的影像呢是在 Telegram 上面运作跟传播，但是Telegram 本身的加密通讯系统呢，还有这个匿名的机制，相关的金流很多也都是用加密货币进行，让警方要掌握状况非常的困难。韩国的警方虽然已经多次的要求 Telegram 协助调查，但是都遭到 Telegram 拒绝，让警方很难找到加害者的真实身份。而第三点是，很多人觉得 Deepfake 也不会怎么样。韩国全国教师工会副会长呢，他就认为韩国社会长期都有轻视和性化女性文化，而这样子的情况呢，是导致数位性犯罪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像是在这次的事件爆发之后呢，舆论上面确实有一部分觉得受害者们过度反应，而也有报道指出，有些制作过 AI 换脸影片的韩国青少年表示，是因为看到同学都这么做，所以自己才跟着照做，只是因为好玩而已，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而且这种风气可能还蔓延到了警方，有报道揭露，有警察告诉这个报案人 Deepfake 照片是假的，所以这不算真的犯罪，试图把受害者打发回去。人权律师就指出这些轻视的言论跟态度，不但会对于受害者造成了2次的伤害，加深他们的心理创伤，也导致受害者更难向外去寻求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助长犯罪者的气焰，让他们更肆无忌惮的伤害别人。有专家表示以上这些轻视 Deepfake 影像的想法，已经成为了韩国影像性暴力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那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韩国当局又是怎么样应对的呢？面对 Deepfake 引发的数位性犯罪问题韩国总统尹锡悦已经下令相关单位呢要彻查这些案件，强调要根除数位性犯罪的问题。而在法律方面，韩国政府呢表示有意把制作 Deepfake 影像相关犯罪的最高刑期从现行的5年徒刑提高到7年。另外呢，也正在计划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要把购买或观看 Deepfake 影片也纳入犯罪行为。而另外一方面呢，韩国警方也已经正式立案，针对利用 Deepfake 技术进行数位性犯罪的这个案件展开调查。他们表示将积极的追查制作还有散播这些影像的人，特别是那些针对儿童还有青少年的犯罪者。为了进一步的打击数位性犯罪，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也宣布呢会设立24小时的被害人保护专线，同时也会增加他们监控数位性犯罪的人员数量。最后，针对青少年加害者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有教育专家表示，需要从加强青少年的性教育课程做起。他们表示应该要把性别平等教育纳入学校的常规课程，增加网络性犯罪的相关讨论。同时呢，也应该要提高授课的频率，才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于数位性犯罪问题的认识，减少相关问题的一再出现。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一定会被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在看完这一次案件之后呢，我们当然也难免会想到台湾之前的 Deepfake 事件。不过当时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受害者呢也都还是以明星网红为主。而现在韩国这种案件更可怕的点是 ，AI 技术变得越来越普及跟简单，就连一般人发社群也都很可能会变成受害者。那虽然现在台湾呢是还没有爆发类似的新闻严重性可能也还没有韩国高，但我们悲观的觉得，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这类的事件一定也正在发生当中。
但就像之前的影片所提到的，遇到这种议题的时候呢，我们觉得除了立法跟执法层面的改进，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改变那种觉得只是看看影片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轻忽的态度。所以呢，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影片，让更多人呢可以去讨论这些影片的严重性，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影片造成的伤害。要真的根绝可能不容易，但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件事情有问题，不去看、不去转发，甚至愿意帮忙检举、阻止这种内容，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减少他们带来的伤害吧。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于这起案件的延伸想法。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呢，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哦。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什么方法最能够阻止 Deepfake 影像性犯罪呢？ A. 提高刑罚，就是要让犯罪者付出更重的代价，他们才有可能会怕。B. 加强教育，先建立学生对于这类犯罪是违法认知，未来才有机会阻止犯罪的发生。C. 进行修法，觉得看影片的人也应该要受罚。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韩国 Deepfake 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N 号房事件以及 Deepfake 的伤害有多大。那么今天的这期 CC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